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就在几天前，日本武士队的监督井端弘和他丢出了一颗震撼弹。他没有等到最后一刻，而是率先公布了首批8个核心投手名单。今天我们就要跟你一起来解码。他们这次选的不只是最强的投手，更是要选出最能用力量去压制对手的投手，就是要跟世界列强来一场正面对决。OK， 第一个名字，我想大家应该都猜得到，毫无意外，大谷翔平。当然了，他在道奇队的打击，大家印象太深刻了。2025年赛季55支全垒打，102分打点。但我们今天的焦点是要看那个重返投手球的投手大谷。对，因为手肘手术的关系，球队对他很保护，例行赛只投了47局。可是即使局数这么短，他的防御率是漂亮的 2.87， 然后更惊人的是，他送出了62次三振。你把它换算成 K 耐值，就是每9局的三振数高达11.8，这个数字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个能让打者连球都碰不到的大谷回来了。Steven 大大的肝需要您的守护。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继续产出高品质的棒球分析，欢迎加入会员干爹行列，还有专属福利回馈给您哦。感谢支持。井端监督把它封第一批，除了战力，更像是一种精神宣示，就是日本队最强的那个力量象征正式归位，就是这个意思。谈到力量另一位在大联盟的左投手也终于迎来他的 WBC 初登板了。34岁的菊池雄星，账面上9胜8败，防御力 3.99， 好像中规中矩。对，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他2025年赛季的投球局数是 178.1 局，他的滑球使用率 36%， 第一次超过了他的四分线速球。所以滑球变成他的主要武器了。一个耐投，然后又有一颗顶级变化球的左投手，一直是日本队比较缺的战略资源。菊池雄星的入选就完美补上了这个缺口。好，接下来这位经验就非常丰富了，圣地亚哥的教士队的松崎裕树。这已经是他第3次入选 WBC。2025年他在大联盟出赛61场，防御率 3.98。但是我看到他的数据，老实说，我有点担心哪个部分？他的 WHIP 值来到 1.36， 就是说平均每局会让超过1个人上垒。这个数字偏高。对啊，加上他 12.1% 的保送率，这代表他上场的时候场面通常会很刺激。在一战定生死的比赛里，教练团赌的不是他整季的稳定性，那是赌什么？是赌他那颗使用率高达 32% 的极品指叉球在关键打席内的无解性，等于是把它当成一个功能性的拆弹专家来用。它会是牛棚里的一枚活棋，用来解决特定状况下的危机。当然，光靠海外军团是不够的这支球队的基石还是在日本国内的这些怪物们。首先要看的就是那位拿下了投手最高荣誉泽村赏的男人，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的王牌伊藤大海。他2025年的成绩只能用鬼神来形容，洋联最多的14胜，195次三振，2.52的防御率，还投了196.2局。2023年 WBC 也证明了自己能先发能中继，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隐忧。是什么？他去年被称为鬼神，所有人都对他有极高的期待，在 WBC 这种全球瞩目的舞台上，背负着泽村赏投手这个沉重的头衔，他的心理状态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变数？压力。对，压力有时候是助力，有时候也可能是阻力。这倒是个有趣的观察角度。不过他的实力摆在那里啦。另一位本土先发是来自千叶罗德队的三振机器重世笃辉。他也是火球派的。他在 160.2 局的投球中送出了161次三振， K9 值又超过9了。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力量主题。在国际赛这种高张力的比赛，场地可能不熟，队友也可能因为压力失误，这时候最可靠的就是靠自己的力量让打者回休息室。重视笃辉就是这种能用三振主宰比赛的投手。接下来就是这次名单最豪华也最能体现力量哲学的部分了，牛棚。喜欢这支影片吗？请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漏接任何精彩的分析哦。首先是读卖巨人大士翁田大士，
他转任布局投手之后，单季拿下了央联统计级的46次中继成功，防御率只有2.11。他那个接近160公里的侧投速球，那个陌生感本身就是武器。加上回归后援拿下31次救援，防御率1.71的西武狮投手平良海马，这2位火球男光想就让对手头痛了。但接下来这个名字，阪神虎的石井大志，防御率0.17，他还创下了连续50场50分的日职纪录，太扯了。但这里的关键在于，石井大志的风格跟大势平良完全不同。他的三振率大概7.1，并不算顶尖。可是他制造滚地球和弱击球的能力是一流的。哦，我懂了，这不是单纯堆砌火球男，而是策略性的互补。完全正确。当你需要用三振解决危机时，你可以派上大势或平良。对。但如果一二垒有人，你需要一颗双杀打来踩住刹车，结束这个半局的时候，石井大志就是那个人选。他是球队的灭火器，让这座牛棚的力量不只有速度，还有功能性。没错。好了，这就是首批公布的8个人，但一支 WBC 球队需要14到15名投手，那剩下的拼图会是谁？我想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名字，那位几乎可以说是隐藏的王牌——洛杉矶道奇队的山本由伸。对，他在大联盟第一个赛季的成绩太出色了，12胜8败，防御率2.49，在173.2局狂飙201次三振。他没出现在首部名单，我猜更像是程序上的问题了。他跟大谷翔平绝对会是日本队真正的双王牌，是这支力量型投手阵线的绝对核心。很多人曾担心他的身材到大联盟会被痛击，但他证明了他的指叉球跟曲球在那里依然是顶级武器。只要他加入，日本队的先发战力立刻提升一个档次。其他大联盟人选也很有看头，像是芝加哥小熊队的金永生态，高角度速球，对，他那颗使用率高达49%的高角度四缝线速球很特别。还有纽约大都会队的千鹤晃大，克服伤病后他的幽灵指叉还是很恐怖。只要健康，他绝对是先发3靠的强力人选。另外老将菅野智之，虽然防御率不好看，但他也吃了157局。他们各有功能啦。金勇是对付特定打线的骑兵，仙鹤是先发主力，而菅野智之的价值就在他的经验跟稳定性。在漫长的预赛中，他能帮牛棚争取宝贵的休息时间。接着是大家最关心的令和怪物佐佐木朗希啊，这个就是 X 因子了。2025年挑战大联盟，但受到肩伤困扰，只出赛10场。现在有传闻说，球团基于保护立场，可能不会让他参赛。他就是这支队伍最大的变数，即使他只能在中继投1局，甚至只解决1个人，他那超过160公里的火球本身就是一种能瞬间改变比赛气氛的战术武器。但一切的前提都是健康，教练团必须在他潜在的巨大回报和受伤的风险之间做出最困难的抉择。最后，我们把视线拉回日本国内，还有几位表现完全不输大联盟等级的遗珠，真的很多。我心中的最大遗珠是阪神虎的彩木浩人，他在2025年投出12胜6败，防御率是惊人的1.55。这个成绩没进第一波真的很可惜。彩木的数据证明了一切，这个成绩放在任何一个联盟都是王牌等级。如果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位大联盟投手有状况，彩木绝对有资格递补进入先发轮值。另外还有2023年的冠军成员中日龙队的高桥宏斗，他年轻又有国际赛经验，很可靠。还有一个牛棚鬼神，同样来自中日龙的松山晋也，他接下终结者工作后拿下46次救援成功，荣登央联救援王。他那个三振数更夸张，对，52.2局飙出了72次三振。他的 K9 值高达12.3，这就是教练团最梦寐以求的终极武器。当比赛进入延长赛，突破僵局制，二垒有跑者，你最需要什么？就是三振。松山就是为了那种场面而生的投手。2026年的日本队投手阵容正在经历一场从技巧型到力量型的进化，他们几乎都拥有155公里以上的速球，限制好几位能频繁地投到160，
这背后有2个深层的意义。第一，大量大联盟球员的存在，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日本队投手需要适应 WBC 官方用球的问题。哦，对，他们整季都在用类似的球。对，不需要阵前磨合。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这支队伍的建构理念非常清晰，他们不再只是想靠着精准的控球跟对手周旋，而是准备用最纯粹的力量与速度跟世界列强正面对决。随着完整的名单即将在1月中旬公布，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将是 WBC 有史以来战力强大的一支投手舰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野球特报，我们下次再会。